多伦多是一座极具城市的城市，高楼林立之间，仍可见尖塔耸立，钟声悠扬。那不是被时代遗忘的建筑，而是城市灵魂的记忆。今天我带你走进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去探访4座教堂，分别是联合教堂、圣迈克尔教堂、圣詹姆斯教堂，还有圣安德烈教堂。4座教堂是段故事，就像时间在城市里留下的4道温柔的光。这边位置在19世纪的1850年左右，都是原始森林。然后呢，加拿大人在这里盖起了这个联合大教堂。所谓联合，顾名思义，就是不管是什么教派，都可以来此朝宗，让穷人呢有了一个庇护的场所。联合教堂外观雄伟，石砌的塔楼高耸，拱形的窗户上彩色玻璃折射出斑斓的光影，被称为多伦多的卫城，也被誉为自由信仰的堡垒。它最早建于1818年，是多伦多最古老的殉道宗教会之一。现今的建筑则于1928年完工，以哥德福新式为主体建筑。2战期间，他曾为欧洲难民提供临时庇护。1960年代，牧师公开支持民权运动与女性任务，当时震动了保守的宗教界。有趣的是，教堂地下室曾秘密举办诗人之夜，聚集了加拿大早期现代派诗人与音乐人。有人说，今日的多伦多文艺气息正是从这里开始萌芽的。这座教堂最著名的是它的管风琴，也是全加拿大规模最大的之一，拥有超过8300根音管。每逢节庆或城市音乐节，风琴的低鸣声在市中心的街道间回荡，如同城市的心跳。教堂的彩窗上不仅有传统的基督教绘画，在旁边也还挂上了加拿大原住民的艺术创作，这也象征着大都会联合教堂的开放与包容。如今，教堂门前的庭院仍开放给街头艺术家与流浪者，被称为灵魂的避风港。街头的流浪者们常在教堂门前取暖，那扇教堂的古老木门不止通向天堂，也通向人间的善良。从联合教堂往北过一条街，就可以看到圣迈克尔教堂的尖耸的塔尖了。1845年，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因饥荒来到多伦多，贫穷与疾病随之蔓延。当时的主教迈克尔·鲍尔决定亲自领导建堂，寓意着信仰能带来新的生命。然而，他却在1847年的霍乱疫情中染病殉职，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因照顾病患而牺牲的主教。如今，他的墓就在教堂下方的地窖里。教堂的建筑出自建筑师威廉·
托马斯之手，融合了爱尔兰哥德式与英国维多利亚式的细节。高耸的尖塔象征信仰直达天堂。教堂内部的拱形柱子直达天花板，金箔祭坛与手绘的圣像壁画，完美地展现出19世纪工匠的极致手艺。在2016年修复完工后，整座教堂恢复了原貌，墙面上重现圣米迦勒与恶龙的彩绘，象征着光明终究战胜黑暗。更动人的是，教堂钟声的旋律是专门改编自爱尔兰民谣《Danny Boy》。每当午后钟声响起，仿佛整个城市都在怀念那些早期移民的灵魂。如今的圣迈克尔主教堂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城市的文化符号。许多当地人的婚礼、合唱团演出与圣诞夜音乐会都会在此举行，让古老的空间与现代生活共鸣。这就是圣詹姆斯天主教堂。看看这个1853年建的教堂啊，哥特式的风格，高耸的尖顶，这是教堂的外围。1796年，第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从英国来到约克，当时叫约克镇。4年呢，省政府划拨了这块土地用于建造教堂。那么现今的大教堂是在此地建造的第4座教堂，于1853年落成，取代了在1849年大火中被毁的旧教堂。它那92公尺高的尖塔曾经是多伦多的天际线最高点。它的尖顶由著名的亨利·兰利这位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的缔造者设计。同行公认亨利·兰利的对哥特式细节的把握。前面我们介绍的大都会联合教堂和圣迈克尔教堂的尖顶也是他设计的。1834年，多伦多正式建市的宣告就在这里举行。第一任市长就是在圣詹姆斯接受了祝福。当我们抬头看一下天花板，你或许能分辨出古斯塔夫·哈恩在天花板上绘制的天使面孔。他们透过下方的节状花园的图案向下窥视。教堂四周的彩窗也都有各自的故事。一个彩窗表示的是1215年约翰国王在兰利米德签署了大宪章。下一个窗户描绘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廷的统治。它展示了修拉提莫于1550年在爱德华6世国王面前布道。1553年，玛丽女王登基后，两人被捕，并在牛津被处以火刑。管风琴附近的最后2组3扇窗户描绘了英国国教在加拿大的起源。这座由4个小狮子拱卫的雄鹰讲台，它的意义表示的是鹰象征着飞向高处，在约翰福音中因约翰有关，
因为它象征着力量、勇气和保护。这个圣乔治教堂是现任国王的曾祖父乔治五世的迎禧纪念。主要的3扇窗户展示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迎禧纪念仪式在那里举行。圆顶上方是一只鸽子，象征着圣灵。国王旁边是玛丽皇后和她的长子，他于1937年退位，成为温莎公爵。如今，教堂旁的圣詹姆斯公园已成为城市的绿洲，四季花开，游人与信徒并行。午后钟声响起时，许许多多多伦多人都会停下脚步，静静地聆听那段属于城市诞生的旋律。圣安德烈教堂是多伦多苏格兰长老会的代表建筑。1876年建成时，这里还是新兴的商业区，如今它被金融区的柏林摩天楼包围，宛如时光之岛。教堂的外观采用罗曼复兴式风格，厚重的灰石、半圆拱门与花岗岩立柱体现出苏格兰教派稳定与坚定的信仰精神。2战期间，教堂的钟楼被改造成防空观测站，志愿者在塔楼守夜，监视可能的空袭。这段历史如今仍留在教堂的展览里。更动人的是它的社区使命，教堂常年开办晨光早餐计划，每天清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热餐。有人说，在多伦多最冷的冬夜，圣安德烈的钟声与咖啡香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呼吸。以上我介绍的4座教堂，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灵魂，从大都会联合教堂的开放与包容，到圣迈克尔的慈悲与寻道，从圣詹姆斯的历史荣耀，到圣安德烈的沉稳信念。这4座教堂共同构成了多伦多的精神地图。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这些钟声提醒着我们，信仰不再是遥远的神话，而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份平静。所以，下次当你走在 King Street 或 Queen Street 的时候，不妨抬头望一望那些尖塔，那是时间留给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